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赵露思丝袜写真曝光，唯美气质中藏着性感张力，画面氛围太惊艳。一组品牌大片发出，真正被拿放大镜盯着看的，从来不知裙子和脸。还有赵露思到底能不能从那个人人熟悉甜妹框里再往外迈一步？JORY 把2025春夏系列的主题定成浪漫容器，听着很虚，可落到赵露思身上，问题一下具体一个，靠灵动、亲和，没什么攻击性走进大众视野的95后女演员，要去承接一个偏精致、华丽，甚至带点贵气压迫感的女装品牌叙事，这口气接不接得住？品牌心里有账，观众眼里也有秤，好看归好看，照片里她穿蕾丝，穿立体剪裁，把配饰压得很细，妆不算重，但明显收了过去那种太满、太甜、太像邻家妹妹的劲儿，脸上依旧有熟悉圆润感，肩颈线条却被灯光和服装轮廓拎得更清楚，连眼神都不再全靠活泼撑场，而开始学会往里收。收出一点距离感，一点分寸。这事儿说白了就是，赵露思这回不再只是让人觉得可爱，她的让人相信，她和精致女性化4个字能摆在一张图里，这不简单。因为赵露思过去那套观众认知太稳，稳到什么程度？稳到她哪怕站着不说话，很多人脑子里也会自动跳出元气、自然、没包袱这些词，而这恰恰明星做时尚商务时最麻烦地方，标签太清楚，品牌拿你就省事，可你想往前再拱一格，也容易被旧印象拽回去，搁谁不猛。所以这次大片真正有意思，不在于它有没有拍出一张神图，而在于它有没有完成一种视觉挪位。JORY 选代言人本来就不太像选那种冷的巨人千里之外的 T 台模板，它要华丽，要女性感，可也要市场，要穿搭讨论度，要让普通消费者看完不觉得高级和我没关系，而是觉得这个风格我也能理解，我甚至能想象自己穿上什么样，你品，你细品。这跟赵露思这些年积累的大众缘其实刚好咬合。她出道以来走的一直不算险，靠角色把脸刷熟，靠社交平台的轻盈感把人设做实，再靠作品热度和讨论度，把自己稳稳定在95后小花的主桌边缘。这里面最稀缺一项，不是单纯流量，而是可被大面积接受的能力。说实话，看到这儿我是不信的，我原本也怀疑他这样一张过于有亲近感的脸，真能撑起带点复古贵气的品牌叙事吗？但片子发出来，那个疑问至少松了半截。他没硬熬高冷，没把自己拍成另一个人，而是把原本偏活泼的气质往精致那头轻轻拧了一下，像把一杯太甜的饮料里加进一点苦味，味道不至于陌生，却忽然有了层次。这个分寸感比单纯拍好看难多。在往行业里事情更明白，现在女明星的商务竞争早不只是红不红，很多品牌挑人看流量，也看她有没有稳定审美输出，有没有社交平台传播势能，有没有能力把品牌语言翻译成人话。因为太高冷的时尚挂容易远，太日常的国民挂又容易轻，能站在中间那条窄路上，把梦幻感和购买欲捏到一块儿，才真值钱。懂的都懂。我前几年采访过一个做女装品牌市场的人，他聊起挑代言人时说过一句挺实在的话，品牌有时候最怕遇见那种拍封面很高级，卖衣服很遥远的脸，看着漂亮，消费者却不敢靠近。像商场橱窗里一只太贵的玻璃杯，光摆着，不敢碰。这句后来总在我脑子里转。赵露思这次大片，恰好就像把那只玻璃杯往人群里挪了一步。
他没完全脱离自己的舒适区，却也没躺在舒适区里混，这是最关键地方。因为真正成熟的明星商业化，从来不靠一次突然变脸，而靠连续、稳定、可识别的升级。你今天拍一组甜，明天拍一组贵，后天又回到随手自拍式松散，那不叫风格拓展，那叫飘。JORY 愿意把全球品牌代言人这个身份交给他，本身已经在下注，赌他不只是能带来话题，也能承接品牌未来几个季度对外讲述的女性样本。而赵露思要做回应，就得让人看见，她不只适合被喜欢，也适合被投射、被模仿、被想象成某种更成熟的生活方式。这操作我是真没看懂。如果还有人把这次合作只当成一组常规商务物料，那确实低估了现在内与品牌合作的精细程度。明星拍时尚大片，拍到后来，拍的哪还只是衣服，拍的是他能不能从少女感继续长出一点贵，长出一点稳，长出一点不靠大开大合，只靠站在那里就能让品牌成立的能力。话糙理不糙，赵露思这次最聪明地方，恰恰不在她变了多少，而在她让人看见，她原来还能这样变。你觉得赵露思这一步是时尚升级，还是包装幻觉？